电影中男主角安东将煤气灯放在阁楼上，故意调成忽明忽暗的效果。当他的妻子宝拉问煤气灯为何总是闪烁的时候，他坚称没有这回事儿，一切只是他的幻觉。这种扭曲事实的做法让宝拉逐渐怀疑自己的认知，直到精神崩溃。煤气灯操纵一词也由此诞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新闻百度。最近的瓜一个接一个，又大又甜又不要钱。有个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，gaslighting， 煤气灯效应。这个看起来很有年代感的词，可以说是 PUA 的鼻祖啊。比如张三是煤气灯操纵者，他扮演那个凡事都正确的角色，以此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知。李四是被操纵者，他非常尊重和信任张三，并渴望得到他的认可。这样一来，关系就不对等了。张三利用李四的恐惧、渴望被理解的心理需求，不断扭曲事实或灌输虚假信息，对李四进行洗脑，导致李四质疑自己的记忆认知，最终完全相信和依赖张三，任由张三摆布。你可能会觉得哪有那么傻的人？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常见。心理学家罗宾斯特恩早期接触过很多类似的病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陷入某种操纵关系中，可能是家庭，也可能是工作中，而且没有办法抽身。起初罗宾也是难以理解和定义这种关系，直到他看了开头咱们提到的电影《煤气灯下》，他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煤气灯操纵，并在2007年写了《煤气灯效应》一书，人们才对这种远比 PUA 恐怖的精神控制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人会成为煤气灯操纵者。书中提到了3种类型。一、魅力型，这在恋爱中比较常见，特别是在恋爱双方付出不对等的情况下。比如一个女生，我们就叫她刘英吧，她非常喜欢自己的男朋友玉田，但是有一天玉田不给她联系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一连2个星期。就在刘英感觉生活无望的时候，玉田开着车带着花出现了。刘英是又生气又惊喜，不断问他为什么消失这么久。玉田拒绝回答，只是强调好好享受现在的二人世界。你看，玉田并不认为自己的消失有问题，反而觉得刘英的情绪是他自己不讲道理。他通过个人魅力和浪漫的技巧误导事实，并要求对方妥协。这种模式下，被操纵者会慢慢同意对方坚持的错误观点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让步才是对方的目的。二、好人型，好人型操纵者表面看起来为你付出和妥协更多，但你总觉得这个好让自己浑身不得劲儿。比如玉田刘英结婚了，婚后玉田总是强调自己的付出，而忽略对方的付出。他俩一块看电影，玉田想看谍战片，刘英想看爱情片。玉田会说我不重要，反正都是我妥协，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唉声叹气，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心理治疗师莱斯特·利诺夫形容得很贴切，不尊重的顺从，表面看似通情达理的妥协，实际上是一点点控制对方的情绪。刘英虽然赢了争执，但是总觉得自己错了，之后就会慢慢妥协，顺从玉田的想法。3、威胁型，前2种煤气灯操纵其实很难发现，因为手段比较隐蔽。威胁型是简单直接，我就是要操纵你。比如玉田上班，刘英带娃，玉田就会经常说你对这个家一点贡献都没有，都是我在养你。或者因为一件小事没做好，玉田又会骂你还能干什么？你不觉得自己很笨吗？如果刘英抱怨2句，玉田又会说你是想跟我离婚吗？这种不断的贬低、排挤和威胁，让刘英觉得自己真的一无是处，必须依赖玉田才是个健全的人，所以即便心里委屈难受，还是无条件服从对方。最可怕的是，现实中的煤气灯操纵者并不是以上3种类型的其中1种，而是2种甚至3种的复合性操纵者。这样的话，被操纵者很难对号入座，无法察觉和判断自己是否被操纵。那我们在生活中如何识别煤气灯陷阱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是否有这些情况。1、你总觉得自己太敏感了。2、你对某段关系感到困惑甚至失常。3、你总是在道歉或者撒谎来逃避贬词。4、你甚至难以做出简单的决定。5、你觉得不对劲儿，但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。6、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。这些症状也可能出现在有焦虑障碍、抑郁症的人身上。但注意了啊，区别就是煤气灯陷阱是由某个人积极主动的让你出现这些感觉。比如你跟张三在一块没问题，但跟李四一起就像触发了开关一样，那李四就是煤气灯操纵者。李四还会经常说这些话，你想太多，你太敏感了，我只是开玩笑，你太没安全感了吧，根本没有那回事儿。咱们能发现煤气灯陷阱有2个关键信息，一是扭曲现实，2是播种怀疑，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，把死的说成活的，然后通过洗脑让你慢慢怀疑自己，相信他。在你的心理防线被一点点被攻破的时候，其实是经历了下面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我不相信你的话。第一阶段比较浅，也容易被忽略。这个时候，操纵者会找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儿，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，而被操纵者起初肯定是不认同、不相信对方的说法，但大多不会放在心上。比如这么简单都不会，真够笨的；这么胖还不打扮，谁会要你？1、2次还好，但时间一长，被操纵者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笨、真的胖。如果大家在生活中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评价你，就要注意了，因为这个阶段被操纵者的反应决定了自己最后是彻底沦陷，还是把煤气灯扼杀在摇篮里。第2阶段，或许你说的有道理，虽说都是一些小事儿，但被别人这么说自己，多少还是有些难受的，更何况还是最亲近、最信任的人，对吧？所以被操纵者就试图辩解，极力证明自己没有问题。这种辩解往往不是证明自己对，
而是想得到对方的认可。但操纵者呢，要么是霸道的坚持自己，要么是不尊重的顺从。总之被操纵者捞不到半点便宜，而且随着争论次数的增加，被操纵者更没有安全感，担心对方不喜欢自己，外界找不到安慰，就只能自我安慰。或许他说的有道理，我可能就是比较笨，比较胖。这个时候被操纵者会变成玻璃心，过于在意对方的感受，总是想得到一些认可，立场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。第3阶段全部都是我的错。到了第3阶段，被操纵者已经完全是自我压抑状态，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对方批判和贬低，同时心里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一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活该得不到认可；二是我不够好没关系，他不离开我就好。被操纵者已经完全被洗脑，不再有独立的人格，而是依附于操纵者，一般表现出对所有事情麻木，几乎没有朋友，逃避与别人交流。虽然自己或别人察觉到一些不妥的地方，但还是心甘情愿地维护操纵者。现实生活中，这3种阶段就像是条迂回道路，有些人一直在第1阶段，有些人则在3个阶段来回拉扯。如何才能关掉煤气灯呢？罗宾斯坦恩提到了几点建议：一、识别问题，理清事实，把重心聚焦在自己的真实感受上，而不是迎合别人的感受。特别是魅力型和好人型操纵者，很善于伪装自己。但关键的一点是，不管他多有魅力，表面上对自己多好，如果没有真正关心过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都是有问题的。可以把你们的对话、事情经过写下来，客观的分析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。2、正视关系，把权力交给自己。不管他是爱你的人，还是大你一级的领导，如果他不是在争论事实，而是争夺权力，而你总是习得性无助的妥协让步，最好立刻停止。可以尝试在一些事情上由自己来做对的决定。另外，留意哪些话或者事情会引起对方的煤气灯行为。这个时候坚信自己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也不用为对方的问题负责，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让对方关掉煤气灯。3、允许自己放弃。即便争论很可能没法达成一致，但争论的目的是互相尊重。如果这一点对方始终做不到，就允许自己放弃这段关系。由于路径依赖或者沉没成本的影响，做这个决定可能很难，但我们要清楚，这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财富，而是不断积累的负债，所以越早摆脱越好。4、爱自己是爱一切的前提。每个成年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可以部分依赖别人，但绝不会也不能完全依赖别人。在你尊重、包容、怜爱别人之前，一定要先这样对自己，不然这些只会给你带来伤害。爱自己也能帮我们树立自信、独立的人格特质。5、建立新的社交关系。除了狗血的爱情剧，没有谁离不开谁。你可能忘不掉那个伤害你的人，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。这是咱们之前提到的白象效应，就是你的大脑思想无法落空，必须有一个焦点。这个焦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交关系。分手了去找一个新的对象，辞职了换一份新的工作。有时候没心没肺，反而活着不累。在煤气灯下影片最后，宝拉终于认清丈夫操纵自己的事实。警察把安东绑在椅子上，安东一再要求宝拉帮他解开绳子，不过宝拉将计就计，假装自己确实精神混乱，拒绝遵从命令。我不希望现实中的我们走到这一步，而是在对方开始操纵的那一刻，我们都可以自信地怼回去。那只是你的想法，如果你愿意听，我可以给你解释，当然我也懒得解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